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震惊如果有大家注意这个订阅数，我们已经在前几个礼拜破了25万的订阅户哦。真的是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哦。那有许多的朋友，我们都说你们是我们震惊的线上评论员哦。这每次看大家的留言，其实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评论也很我们认为有些的评论的部分都很值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作为引用和参考。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支持指教，当然也希望大家继续爱护，让我们的节目可以让更多人来看见哦。那我们谈到最近整个国际情势的批变哦，从我们看到的，因为疫情或者我们一开始的从美中的贸易战，到最后俄乌的战争哦，那看起来现在已经到4个多月了，这个战争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那这个部分到底整个国际情势的这些转变会演变如何哦？对于我们相对台湾来说，未来要如何来相对的因应哦？这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值得我们在这段期间来观察？我想这是今天的题目，我们需要好好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有人就说哇，现在这个整个物价通膨，全世界看起来有点混乱哦。然后尤其是俄乌开始打战，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个各国还没有直接介入，但也提供武器、提供金援来协助乌克兰。那其他西方的国家也透过其他的一些包含金融的、外交的各式各样的手段，包含商业这些手段，然后来针对这个俄罗斯来进行这些掌控。但有人说哇，这个发展下去到底会怎么样？有人说这好像也是另外一种世界战争的爆发。明老师您怎么看呢？对，有人干脆直接讲说这个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不过当然仔细看大战没有爆发，但是的确像是大战的前夕。我在网上最近看到世界大战的讨论比较多，或担心比较多。有人说比较像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自己看的比较像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个我相信你有同感。比较有趣的是，俄国的前任总统叫 Medvedev 现在公开讲，如果有人就比如说欧美各国帮助乌克兰把克里米亚拿下来，那就按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按钮。他的话当然是恫吓，但是也代表了俄国对于克里米亚的重视。反过来说，难道乌克兰不可以重视克里米亚吗？不管怎么说，世界大战的担忧呢，在大家心目当中出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我们回头看过去，在第1次大战也好，第2次大战也好，大概2次大战前夕呢，都曾经爆发过比较大规模的经济的跟金融的危机。第2次大战呢尤其明显。所以在我看起来，与其说现在像第1次世界大战，其实我觉得更像第2次世界大战。这的确，这个有一点风雨欲来，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端倪，有看到一些现象。对老师赶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感受，还是的确是有这种氛围哦。所以老师，您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觉得？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哈，第2次大战爆发呢，当然是在这个从欧洲来说是1939年。从中国来说是1937年，可是早在之前呢，还不到10年的时间呢，欧美爆发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最准确时间是1929年，这个美国的股市崩盘。大家看到今天的经济情况呢，坦白说是有这个忧虑，我们不能说没有。所以第2次大战前有个经济大萧条，那年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呢，日本也受到很大打击，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大国。日本很多产品呢销到欧美去，当日本的产品销不到欧美去的时候，日本国内市场呢萎缩崩塌，就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各位在一些日剧里面也可以看到，它直接的后果各位想象不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9·18事变。因为当时内部的经济非常混乱，所以少壮派军人想帮日本的经济解决困难，想到是侵略中国东北。也是中国东北资源富饶，然后把中国东北资源拿过去的话，至少拿一部分过去啊，对于日本来说有帮助。那日本呢，也可以拿东北呢当做它的市场。所以我们看见是1931年日本侵华，这我们回来再说。各位可能没有完全连起来，但是呢，你如果看当时欧洲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呢，的确跟这场经济有直接关系的。
比如说1935年到36年，意大利呢墨索里尼当政，他去侵略今天的北非的伊索比亚。当时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突兀的行为，但是呢还没有太多人制止他啊，请各位注意啊，没有太多人去制止他，这很奇怪的事。第二年1936年，希特勒崛起3年，然后这个德国经济呢开始缓步复苏的时候，希特勒做一件事情，他派军队进入莱茵谷地。莱茵谷地是一战之后这个德国跟各国签订合约里面规范的一个中立地区，也就是大家都不许进兵。当然地方上有些军人在看守，但是尤其是德国是不能进兵。但希特勒派了一个旅进去，然后去把在莱茵谷地拿下来了。希特勒拿莱茵谷地的时候，他是不确定的，所以听说他下了一个命令给这个带兵官说，如果你碰到坚强抵抗，你赶快回来。意思就是他都没有把握。但是反面意思就是，如果你没碰到坚强抵抗的话，那你尽管进兵。结果这个旅长到那边的时候，真的没碰到什么抵抗，他就进去了。旅长也非常惊讶，希特勒也非常惊讶。我再说一次，国际也没特别反应。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同一年1936年，晚一点点，西班牙爆发内战。西班牙爆发内战呢，当然各派在那打，但是独裁者弗朗哥向这个希特勒请求说：“你是不是能帮我忙？”希特勒犹豫一下，很快呢就派一些军队进去。最早的援助是有限的啊，军队啊、武器都有限的。等到发现各国反应不激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比较大量的派兵进去。当然最后就在这个大战爆发前后了，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弗朗哥基本上打赢了内战，然后呢这个天完统治西班牙，所以希特勒又没受到阻拦。然后这一年差不多这个前后36年差不多前后，德国跟意大利呢签订了一个互保条约，然后呢德国和日本呢有一个谅解，最后呢干脆三方说德意日成立轴心。德意日成立轴心，我再说一次，1936年，大家都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觉得你刚刚说那句话，好，这是欧洲的一些发展。亚洲的发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1931年日本进兵中国东北，1932年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从32年到37年5年的时间，日本的军队从中国东北逐步的向华北进发。然后一步步这样走，然后中国守军抵抗一下，然后后退，抵抗一下后退，抵抗一下后退。所以日本推动的东西叫做华北五省特殊化，那逐步开始侵略中国。到1937年，然后8月14号，那中日战争呢正式爆发。那么也就是1931年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跟华北。中国有没有去告状呢？有啊，当时有国际联盟啊，叫做国联。所以中国把案子拿到国联去。拿到国联之后呢，国联派了一个调查团，调查了1年，最后结论说，国联不认为日本的行为是正确的。这话已经很轻了，不好意思，中国当年有9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跟领土的完整，而日本是悍然破坏了这个公约，而国联派调查团，日本很生气要退出国联，然后日本这个就讲说你国联呢乱搞一气。就国联只是很轻的批评了日本一下，有些国家投票呢还不敢投票反对日本，所以可见日本的气焰之嚣张呢，大家难以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一连串的行为，不管是意大利去打伊索比亚，希特勒的多个动作，日本侵略中国6年下来，结果国联都只是口头批评，而没有真正制裁动作。那这样子大家就不怕了。所以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当德国进攻波兰，英国、法国对这德国宣战，所以理论上第2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在中国是已经开始2年多了。在这个前后，大家不要忘记，苏联那时候不叫俄国，那叫苏联。苏联打过芬兰，然后跟德国同时瓜分了波兰。然后苏联又借口说啊，因为战争什么什么需要，所以我需要出来搞，就出兵去打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波罗的海3国。所以苏联在那段时间呢，就接连打了几个国家。好，那现在我们问的是，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为什么敢这么大胆？我们问的是这个问题。当然，每个时候都有国家去破坏国际秩序。我们说的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人敢破坏国际秩序？简单的说，因为没有强而有力的国际组织或强而有力的国家敢挺身而出制止侵略。好，那么当时有国际联盟啊，国际联盟也有很多这个强而有力的国家，而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国际联盟亚洲是有这个强大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也有5个这个主权国家啊，也有5个大国，亚洲的代表是谁呢？是日本。所以作为国际联盟的亚洲的主要代表国日本，他主动侵略别人，而国际联盟呢没有办法去制裁他。当时的大国英国、法国一方面姑息，二方面也无力去制裁。那你说美国为什么不跳出来呢？不好意思，美国当时采取是孤立主义。美国在1战以后虽然打赢了，虽然国力鼎盛，但是国内民意不赞成美国去参与国际社会这么多，所以美国在国际上采取是孤立主义。虽然当时几任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都很想有所作为，但是没办法，因为民意不许可。所以美国呢是孤立主义，那么美国没有跳出来，那么也就是当国际秩序从1931年日本、意大利，然后德国、俄国不断的去破坏国际秩序，在这冲撞国际秩序，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去维持秩序的时候，国际秩序就破坏了。也就是主流国家无力捍卫国际秩序，所以这些国家越来越大胆。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完，我突然觉得这好像跟现在的国际情势有点相似哦。大家可以想象的，我想最直接谈到就是说，那个看起来老师刚刚提到的，应该好像是一个常理，要维护一个环境、社会秩序的人，最后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怪哦。所以老师，如果我这样听起来，难怪我们刚刚提到说，有现在的氛围有点像2次大战前的那种，反正国际秩序的那种重新的怪异的状况或者混乱的状况。老师，那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国际情势真的还有点相似？是没有错。那你现在看看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讲的俄国侵略乌克兰，然后战争啊，这样的你来我往。我们说往下推一步，如果俄国打乌克兰这件事情没有被拦下来，然后俄国最后打赢了，下一步会怎么办？俄国会前进嘛？俄国第一步呢，一定是合并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很高兴会变成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盟邦的一员。然后俄国呢，同时会并吞乌克兰，所以俄白乌会变成一个大的俄罗斯联邦。这个俄罗斯联邦会停在俄白乌吗？绝对不会，因为你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阻止我，所以我一定会前进。大家看看地图就晓得了，并吞完乌克兰之后，下一步一定是摩达维亚。摩达维亚是台湾的2/3，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兵力，所以很快就把它吃掉了。摩达维亚打完之后，回头应该是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就跟他1940年代时做事情一模一样。如果打完这边你们还没出反应的话，下一步就打芬兰、打瑞典，就是现在说要参加北约的国家。然后再下一步你们还没什么动作，我一定打波兰。顺序我不敢讲说一定是这样子。但对俄国来说，如果我要恢复我的这个荣光，或者说扩大我的势力范围的话，我从周边看应该这样做。再不然就从乔治亚附近，然后再来打，因为乔治亚那边那个什么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也不是我的对手，也就当年我的属国，然后再并吞。然后在那边呢，可能就什么，比如说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什么等等，可能都会遭殃。我们讲的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普京的侵略行为不被挡下来的话，如果欧洲的国际秩序被破坏的话，它往下走应该是如此。好，那这是政治的部分。我们再看看经济跟金融。大家都晓得美国的这个股市很疯狂，然后美国的股市呢现在已经膨胀到很可怕了，然后美国的这个放水放得很可怕，所以美国现在开始缩表了，等等等等。美国现在挣扎的就是我这个压这个通膨啊，要压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压到说经济这个衰退啊，或者怎么样？我在平衡的点，所以美国也在挣扎。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美国才有经济或金融问题，中国的房市问题恐怕更大。所以大家现在在赌是美国的股市先爆呢，还是中国的房市先爆？这两者都可能引发国际的这经济跟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刚刚把这个现象整理起来，我们发现
今天的这个国际形势呢，在经济跟金融方面呢，跟二战前有一点点相像。当然我们不一样，就是还没有爆发这个经济这个大萧条。但是在政治面或者外交面，我们的确看见这个普京呢在向外扩张。他现在可能是打第一个国家而已，他没有像希特勒一样打多个国家。但是欧美国家看起来，他有点像是当年的希特勒了。如果这个普京像是现在所谓的希特勒，大家都好奇，当初在这个轴心国里面，日本、意大利，那谁是现在当时在当时二战的轴心国里面日本的？老师，您觉得看起来谁是比较像当时日本的角色呢？所以，如果说欧美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他们会觉得今天的中共像是当年的日本，就军阀日本。也就是当年的纳粹是今天的普京，然后当年的这个军阀日本的是今天的中共。乍听之下非常奇怪，尤其是中国人一定不能接受。中国认为说我是受害者啊，那怎么现在我变成侵略者、变成加害者呢？请各位想清楚，关键不在说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关键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国家，你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你的立场跟态度。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国际秩序当中，个别国家你对它是支持的、拥护的，还是你是挑战的，还是破坏的？这才是关键。所以当年的中国1930年的中国，它是支持国际秩序的。谁来破坏国际秩序呢？日本破坏国际秩序。当年的欧洲国家基本上是遵守国际秩序的。谁来破坏呢？纳粹德国在破坏。所以不是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国家一定是受害者或侵略者，而是个别不同的国家跟当时的国际秩序的关系，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认为国际秩序这么重要的话，那么谁破坏国际秩序，谁就是得受到制裁对象。大家会觉得国际秩序的话很抽象，很抽象，不抽象，我讲个具体事情就晓得了。前一阵子大家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在打，就俄国发射了飞弹还是发射炮弹不晓得，打到乌克兰一个商场，然后乌克兰商场当时是下午的时间，商场里面有1000多人，就打过去当场就死了这个20-30个，然后受伤无数，还有很多失踪。那这个叫国际秩序被破坏，也就是国际秩序被破坏的时候，破坏到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上街买东西，上商场去购物，那个情况下打仗就一个飞弹过来就把你打死了，这是国际秩序破坏情况。那你说我还是没有感受，那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情况，如果国内秩序或社会秩序被破坏会怎么样子？第一，你上街买东西可能会被抢；第二，你去银行提款，你可能最后呢钱没办法拿回家，运气好是人回家了，钱没回去；运气不好是钱没有回家，人也没办法回家。那么更可怕就是女孩走到街上随便就被抓走了，就被强暴了。更可怕的是，如果社会秩序被破坏的话，你在家里睡觉，晚上有人破门而入，或者把你全家杀了，或者把东西呢烧杀掳掠，然后全部拿光了，这叫做秩序被破坏。所以秩序看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它确实有我们生存或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东西。我讲的最夸张的，如果没有秩序的话，我们现在节目做到半，突然有人拿刀进来抢劫了，或拿枪进来抢劫了，我们被抢得光光的，然后最后呢，甚至可能杀了几个枪，这个伤了几个人，这叫做社会秩序。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现在这个俄国的侵略跟中共的可能侵略这么在意？就是他们看见了秩序被破坏的危险。当年呢，他们担心或他们这个反抗纳粹德国希特勒破坏秩序，反抗日本军阀破坏社会秩序，他反抗这个欧洲的墨索里尼、意大利墨索里尼破坏国际秩序，所以起来打他们。今天大家反对俄国普京，因为他破坏了欧洲2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大家现在反对中共，是因为你已经不信守国际承诺多次，南海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你都破坏国际秩序，然后现在你又在对台湾好像要破坏国际秩序，所以欧美国家认为我们要防微杜渐。大家觉得说没有啊，我这是要收回我的失地啊。普京说乌克兰原来是我的，说我要收回来；中共说台湾是我的，我要收回来。不好意思，我们打个很怪的比方，
希特勒当年讲说，奥地利呢是我的，然后捷克是我的，然后哪边也都是我的，所以我收回或者我保护讲德语地区的人，用的都是民族主义的话语。我再说一遍，用的都是民族主义的话语，但是破坏的是国际秩序跟无数人的身家性命。这个就是今天欧美国家看国际社会、看普京打乌克兰、看中共威胁周边国家，他们所得到的印象跟他们得到的这个结论。他们今天所作所为就是不希望再一次姑息养奸，不希望再一次两面作战，就他们现在的逻辑跟现在的想法。没想到这个俄罗斯或日本我中共应该说没想到俄罗斯跟中共过去他们认为他们是受害的一方，现在他们却成为了他们现在历史上课本上所成为最讨厌的国家跟人，就是这样子。中共很讨厌日本，没想到他们现在自己在走向当初日本的做法。那台湾怎么办？台湾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对应呢？当然，现在看起来台湾还没有那么悲观，也就是我们今天跟二战前夕相比呢，毕竟还是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你仔细看一下，当初这个刚刚讲说这个伊索比亚被打，或者莱茵谷地被占，或者说这个奥地利被并吞，然后这个捷克最后被吃掉，然后波兰被打。到波兰被打以前，所有这些被欺负的国家，国联没办法帮他伸张正义，包括中国在内，国联没办法伸张正义。也就是国际组织跟主流国家没有办法挺身而出，或者不敢挺身而出捍卫国际秩序，然后这个济弱扶倾。但今天欧美各国，第一站起来支援乌克兰，第二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欧美各国站出来6波强力制裁俄罗斯。现在俄罗斯还没有打，但俄罗斯已经相当的困难，现在就往下说，看它能撑多久。这是对乌克兰跟对俄罗斯的部分。对台湾的部分，我们在节目上也多次讲过，欧美国家，尤其美国跟日本为主，现在站出来，在言语上跟行动上强力的支持台湾，嚇阻中共。我们在前几节目就讲过嘛，我们说美国现在的目的不是等中共打台湾之后再决定我要不来帮台湾，而是我现在就出手，然后我也讲话。嚇阻中共，然后对台湾挑衅，美国在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上次也讲过，而台湾很多人还因此而批评美国说，你不应该来插入两岸事务。如果中共一天到晚飞2-3架飞机过来骚扰台湾，美国不来对抗性的介入下，你觉得最后会怎么样？是中共会放过台湾呢，还是台湾会被中共并吞掉吃掉？然后台湾人会过上大陆人过的日子？大家得仔细想清楚。所以这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到最后就事情会怎么演变，变好或变坏，走不走到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还有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大家对于核子战争的恐惧。如果大家对核子战争真的有最后的恐惧的话，那一天大概要来呢不太容易啊，这第一个。第二，我们要取决眼前的一些事情，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会怎么走？当然，今天看起来乌克兰情况很困难，但是有趣的是，上个礼拜吧发布的民调，乌克兰人呢对于他们最后战胜俄国有一种宗教的信念，他们觉得我们最后会打赢。他们说我们不但会打赢，而且我们要把现在失去领土收回来，把2014年失去领土也要收回来，就包含克里米亚跟乌东地区在内。这是乌克兰信念，我不说一定会成功，但乌克兰是这样相信的。所以一旦这个国家有这种信念的话呢，他到最后他不会轻易投降。当他不轻易投降的时候，另外一国要真正要战胜，恐怕就比较困难。中国历史很清楚啊，我们8年抗战啊打了8年，中国历史上跟外族打100-200年常有的事情，就看你想打到多久。这第一个。第二呢，当然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不是讲说有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跟金融因素嘛。我们现在要看看美国跟欧洲各国它的经济形势跟通货膨胀走到什么地步。当然我们晓得今天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蛮严重的，现在到8点几啊，这个其实到10呢，我想也不是太令人惊讶的事情。美国现在想压通货膨胀，我们前面讲到，美国现在想的是，我压通货膨胀是不是要压到经济将近衰退的地步，才能把通货膨胀压下来？
所以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的确很难。美国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老百姓忍受通货膨胀，忍受生活水准下降，然后我能忍受到什么地步，然后我要投给谁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所以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美国、欧洲，当然还要看俄国的经济撑不撑得住，然后中国大陆经济撑不撑得住。但是台湾的这个动向，你刚刚问的是这个问题，台湾最后就是能不能像乌克兰人一样展现出自我防卫的决心跟表现。如果说现在我们大家真的就开始自立自强，各方面开始积极动起来的话，我相信世界各国会刮目相看。当然，我们的官员呼吁说，大家要来帮台湾什么的，是这个话可以这样讲，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展现出来我们的决心跟意志。天助自助者，那么国际社会呢也是如此。蛮重要的。我觉得从这一次俄乌的战争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如果自己没有信念，大家也没办法提供资讯给他，提供资料给他，提供武器给他，提供军援给他，因为你自己就先举白旗投降。当这时候对于许多人，我知道又开始说，你看这种言论就是挑衅，你这样子又要跟中国如何？不是啊，这个为什么大家不是先谴责坏人，老是先谴责那个保护自己、守卫自己？都说台湾的整个整备军力都是以防卫为主，我搞不懂台湾以防卫为主的一个国家是要挑衅什么？连卖给你的飞弹要打很远都没办法。这为什么会都一直在检讨所谓的被威胁的受害者？这无法理解。这是台湾所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哦。这节目不是我们有很多海外的朋友在看，其实他们都一直提醒，对，最重要的是台湾我们在岛内的这些认知的问题，这些认知作战，中共的各式各样的方式的一些影响。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台湾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信念想法的部分，可以脑袋再更清楚的去做一些思考了。虽然很悲观，有人会说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但不管怎样，有我们的节目在，我们总希望成为大家的记忆哦，随时在提醒大家。所以也谢谢李居正老师带来这么清楚的一些分析。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陈小农。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请来了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先生。我们想讨论的话题呢是北京的权力游戏。中共现在为了保他的政权，正在实行一系列的乱棍打。那今天这个石板先生来到我们节目里，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他了，他是在台湾的各个媒体上都非常活跃。石板先生您好。陈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我想请石板先生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刚才讲到的话题，就是北京的权力游戏。那前段时间中国国内和海外都在盛传说习近平因为他实行他的清零政策相当失败，然后在党内引起不满，然后有一些推论说呢，李克强代表的反对势力在对他批评，然后要所谓的习下礼上，这个呼声出来了。那么虽然习近平在20大连任看来是这个很大概率的事情，但中共的操作从来都是黑箱作业，所以不到最后时刻我们也不可能下最后的结论。那现在看来呢，习近平是在努力在力保自己的大位，但是我们还是可能想象得到会面临不少的变数。所以我想先请教石板先生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我们从这小问题里看能不能这个披露一些，或者您分析一些比较深层次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地方金融出事儿了。就是四川有个银行，他的员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揭露这个金融界的黑幕，说是这个现在的一些地方的银行新的贷款已经放不出去了，
然后他的原话是说韭菜不肯长，现在是镰刀很慌，就政府这把镰刀想割韭菜，但韭菜不肯长出来。然后呢，银行的各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全出笼了，甚至呢把这个明明是坏账的这种贷款户，比方讲他本息都不付，这样的贷款户在银行电脑系统里就把它改成正常。然后这个员工呢在社交媒体上就说呀，中国经济有如世界末日啊，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那我想请教石板先生啊，这位中国银行的员工所抖出来的这个内幕，会不会真的有一天会导致说一些地方的银行挤兑，然后民众发现说他们存款消失了？其实关于中国的金融系统啊，特别是地方金融系统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地方银行是当地的书记的提款机，这个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种状况啊。就是它的银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的，不是说你这个企业能够有成长，我贷你款，这是一般的银行的操作模式。但是在中国呢，往往的民间企业，如果你没有特殊的关系，没有后门的话，你是贷不到钱的。那么一些怎么看都不会赚钱的国有企业，因为这个地方的领导他需要保这个国有企业，他会把这个钱贷给这些国有企业，明知道这个钱是还不上来的。那么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银行呢，它是不是在按照话说，它没有好好在做生意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的书记，如果这个书记权限很大的话，这个银行就完全变成他的提款机，因为这个银行的所有的人事是由他来决定的，所以说银行当然不能对抗嘛。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年呢，中国的湖南长沙一个内陆城市，突然之间呢，他那个领导是喜欢盖高楼，所以说呢，300-400米的非常高的摩天这个大楼一座一座都盖起来。我想现在我会看到有一个叫湖南就是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大概有452米高的楼。我们知道这种摩天的楼是什么？摩天楼比如说台北有101，东京也有一些，纽约也有，香港也有，是因为在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实在就是说找不到地方盖楼了，所以说盖一个摩天的楼的话呢，这样可以降低了成本，这是一般的商业逻辑。但是大家知道，湖南是中国一个内陆城市，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国如果要选金融中心的话，那一定是要选上海啊或者深圳啊这样的地方，你排名排到前10名很难选，不可能选到长沙嘛。你长沙盖一个有的是地方嘛，长沙你城市里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休闲城市嘛，我去长沙都是每次都是觉得那种是慢节奏享受慢生活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摩天楼400多米的摩天楼100层的摩天楼，完全是面子工程嘛。所以说你这个摩天楼的从银行贷款按照市场经济你根本不可能回收嘛。所以说这种钱就是为了这些地方领导的面子工程浪费下去的。就类似这样，我记得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去冬天大概11月快12月的时候，我去天津呢，我是一个夜里赶到的，我不知道去采访什么，是夜里赶到。第二天呢，有一个中央领导政治局常委要去天津视察，我就发现连夜那个两边的，就是说这个道路两边啊，大家在种那鲜花啊。你知道冬天的鲜花根本是不符合季节的嘛，他就为了第二天领导一来，两边沿路全是盛开的鲜花，他就把那花一直在种上去。然后我说天津怎么那么有钱啊？当时陪着我一个天津市政府说，你找银行借呗。你说你种花的钱怎么可能还得上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类似这种银行，它靠这么经营，注定它的钱是不可能就是还出去的嘛。那么银行呢，过去它唯一的一个可以收益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中国的地方的房价在涨，中国全国基本房价在涨，房价在涨呢，就有很多的韭菜去贷款嘛，贷款以后，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很漫长的又很相对高息的还款计划嘛。如果把这个计划列出来的话呢，银行在账面上
还是能保证一定收益的嘛。嗯所以很多人管中国的房子不叫房子，叫韭菜盒子嘛。所以说呢，他们这些呢钱呢，就是说，但是说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房价涨不动了，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房价涨不动以后呢，要买房的人不敢去买房了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现在房子还贵嘛，如果再咬牙忍1-2年的话，房价可能降下来。这个时候，他这银行的贷款这个认为他这个相对的比较安定的收益的这个房贷就贷不出去了嘛，所以账面上也会出现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会出现怎么说呢？大家对银行普遍失去信心，然后呢，银行呢会越来越糟。但是呢，地方的这些现在中国是面子工程还在继续，然后很多的20大之前有很多花钱的地方很多，又从银行继续往外搬钱，这样每个银行，我想除了少数几个大型商业银行以后，很多地方银行都会面临着这种金融危机。那么一旦这种危机开始出现的话，就是说银行能不能维持下去，其实主要靠大家的信心。大家认为这个银行可能撑不住了的话，那赶紧把自己的存折钱挖出来的话，这个时候银行就垮掉了嘛。在日本的，就是说昭和初期，192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东京渡边银行突然发生了挤兑危机，然后就造成了日本的昭和恐慌啊，就是经济大恐慌，就昭和初年就发生过。所以说，我觉得呢，今天呢，怎么说呢？中国的银行如果按市场经济的逻辑，它早就应该出事了。到今天没有出事呢，是共产党连哄带骗带吓唬，然后呢，大家对银行还保持一点相信。但是如果说中共产党这个连哄带骗带吓唬不管用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就去银行取钱了，那我想银行一定就会垮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关键看中共今后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就招数能够把人心安抚下来，让大家继续相信银行，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好，谢谢石板先生讲的非常有趣，而且很生动，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画面。那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财政，就中国的政府的财政，各级财政、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现在都发生严重的危机了。那李克强这个6月27号在这个一个讲话当中说呢，中国受到疫情和灾情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现在经济是脱离正轨了，所以促进就业和稳定经济是重中之重。但是呢，中共的宣传部呢，第二天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说啊，中国已经有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脱贫了，是中共的历史性成就。那么这样听起来，好像中共系统就是中共的宣传部啊，这个部门和李克强所代表的国务院有点不同调。那么从上海封城、疫情封城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呢，就是李克强虽然没有公开批评习近平的抗疫政策，但是呢，仍然他也还是在重点强调要救经济、保经济。也就这个问题就变成说，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高层在动态清零和保经济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争议？那您判断的话，习近平和李克强这2个人的路线分歧啊，会不会这个到20大的时候让李克强占上风，因此他就可以留下来再干一任什么别的职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现在呢，等于说还是属于权力斗争的最激烈的时刻。我在北京，我从16大开始，16大、17大、18大、19大，我基本上采访了4届这个共产党大会。在党大会之前呢，一定会有各路人马去放出各种各样的消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相信哪条消息，不相信哪条消息，其实是一个记者非常难判断的一个事情了。那么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和李克强，或者是习派和反习派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这点是已经蛮清楚的。那么习李2个人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体制设计，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可以发射任何指示又不用负责的总书记。
还有一个呢，必须老老实实干活，听总书记的话的人呢，但是呢，他什么事都要担责任。这种就是很畸形的一个制度设计，这个我不知道是谁设计出来的，这个全世界别的国家根本见不到嘛。那么，但是说整个的呢，所以说这个总书记和总理的有矛盾，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对立。那么从毛泽东、周恩来到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和到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江泽民、朱镕基和这个胡温还有习礼都有矛盾。但是说呢，基本上常态呢是呢，这个总书记或者是党主席是爱出风头的，这个总理是低调的，一般的比较老实做人的，这是一种常态。唯一的有一个例外就是胡温啊。胡温的时候，这个总书记比较低调，这个总理比较爱出风头，所以但是说呢，所以胡温的话相对的还好一点了，因为很多的管温家宝大家叫影帝嘛，到处去表演。那么这一对相对是比较好的，除了胡温以外，都有矛盾，而且矛盾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矛盾。那么本来呢，习礼呢，他们也是习氏特别爱出风头，而且他要把这个礼呢压得一点威风都没有。每一次开会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礼的所有的风头全抢到自己身上来。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李克强召开10万人大会，这10万人大会是绝对是一个出风头的地方嘛，习竟然没有参加。另外一个呢，在整个会议之中呢，基本没有提到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所以说呢，可以说反习派呢是一种绝地反击的形式。从这一点，我觉得是绝对可以看出来的。那但是说，光凭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下礼上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解读了。我觉得就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全世界任何国家的选举啊，比如说美国去年的选举，那川普跟拜登，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拜登的儿子的电脑门爆发了，拜登好像支持率下去了。过2天川普又确诊了，那川普怎么样？大家又不放心，就是有一进一退的。他们的民调各种声势也是今天他在上，明天他在上，这是基本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嘛。只是中国呢，把这所有东西都放在水面下了，你看不到。所以说，你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看到李克强好像声势起来了，你就误认为李克强已经翻转了。但是说呢，习呢还有很多翻转的余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习近平的政策被否定之后呢，突然之间又来一个反扑，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外交部乐玉成，外交部里面被称为习派的乐玉成，他又是俄罗斯专家，他突然之间被调到广电总局，就是等于说被贬了嘛。这个大家看到，哎，那是不是中国的亲俄政策有个很大的修正呢？但是我们看到，马上习近平又和普京开始打电话嘛，那么也就是说会有事态有反复嘛。那更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公安部的王小红，哎，前几天开会好像坐到墙角去了，明明他是这个党组这个书记，不坐到墙角去，好像被贬了呢。过几天他突然又上来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攻防还是在继续的。那么共产党内呢，现在很明显有习派，习派当然大家就知道，就是说他的所谓的什么枝江新军呐、闽江新军呐，或者是上海，或者是一部分西北，他的人数嘛，这是他的派系。但是说呢，反习派也有很强，但是在里边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有习派、反习派，或者是李派，还有一大堆骑墙派了。有一个很大的墙头草集团，这个墙头草集团他们往哪边站在哪边就会赢。那么现在这些墙头草，我认为还没有表态，至少这些墙头草要看到北戴河会议，要看到北戴河会议的攻防怎么样。所以到今天这个状态，你就说习上礼下，或者习已经铁定当选了，这点我认为是有点为时过早。但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现在党内出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矛盾。那么中国呢，习近平为什么被攻击呢？我觉得习近平本来他是连任是应该是到去年为止是基本板上钉钉的，就是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放弃了在今年的这个20大进行一场这个激烈的角逐，就变成反战争的反击的机会。但是说今年出了2个事情嘛，一个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中国站在俄罗斯这边，站在俄罗斯这边呢，使共产党的所有干部发现呢，
现在欧美在集体制裁俄罗斯，把俄罗斯那些政要普丁以及那些将军他们在海外的财产全部冻结甚至没收了。这一点呢，你如果继续跟俄罗斯走的话，那么中国的我们这些在海外的钱就可能被延长被没收嘛。那我们这一辈子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嘛。所以整个的这些共产党长老对这一点他们是坚决不能让步的。如果跟你玩的话，我们一辈子白奋斗了嘛，我们的子女在海外的所有资产都可能被没收或者被曝光嘛。所以说一定要把习近平逼着习近平把这个政策搬回来。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在对俄罗斯方向是深一脚浅一脚，在摇摆不定。习近平又要面子，而且要顾及党内的各种反对声音，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没有定论。那么呀，这个结果要看到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到底能打成什么程度，到底能不能打赢，这个结果是有很重要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清零政策嘛，这个俄乌政策会把财产冻结，而清零政策会使中国的经济休克嘛，这一点也是大家受不了的嘛。就是说，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习近平呢，本来大家已经让他连任没问题了，但是他偏偏要去就胡作非为，所以大家赶紧把他抱住，说你不要跑。如果习近平停下来，我觉得还有可能连任；如果他非要往一条道走到黑的话，我想党内的势力就会集体的反扑了。那就是说，今后这几个月，我们还得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对，我觉得北戴河会议是这个月底召开嘛，然后大概到8月10日左右，然后北戴河会议之后呢，它有一个发酵的阶段，然后呢，到了这个20大之前要开一次中央总会嘛，中央全会嘛，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中央全会这段时间的话，会有很多这个权力的这个非常激烈的攻防。我记得上一次19大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把什么张杨房峰辉他们拿掉嘛。在军事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局嘛，所以说我觉得今年的从北戴河会议到这个7中全会还是8中全会之前，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党内的角逐。好，谢谢。那还想再请教您一个跟财政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中共的扩军备战。就在前面这个石板先生您提到李克强召开的10万人经济干部大会上，他有一段话。说是你们好几个省向中央打借条借钱，说你们没钱花了，说我这里有钱也不给你们，原因是我们要保军费，要保国防费。那么实际上就是美国也分析到说，中共的这个国防这个财政预算当中，差不多1/3花在军费上。实际上他造军舰的很多钱都不在国防预算这个名下，是在民间开支的名下，是在政府的发展费用里头的。所以现在中共不断的在像下饺子一样的不停的造大军舰。那最近就是这个福建号新航母刚刚造出来下水了，那么很显然对台湾是有针对性的。那您觉得中共现在这个他喊了几十年要统一台湾，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这个对台湾呢，好像最近这个入侵的行动并不明显，好像只是武力在威吓。倒是最近他把军舰又派到日本沿海去绕日本绕一圈，所以是不是说中共现在不着急去入侵台湾，还是说他不能够入侵台湾，没有能力入侵？很多人在讲，就是说20大之前，中国有可能打台湾。还有人呢，就是说，其实讲的更多呢是去年的这美国选举，就是说选举11月出结果之后，到这个拜登正式就任之前，他有2-3个月的这么一个空白期嘛。那段时间的话，是中国打台湾的最好时机。当时很多的人都在这么讲，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迹象。那么，其实我认为中国打台湾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大，是这全国政协是代替国会，它就是成立第一次会议就成立一个，就是给新的中国下一个命令呢，就是说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嘛。那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带着一个解放台湾这一个历史使命
来诞生的一个国家。他诞生第一天就告诉他你要统一，要解放台湾。那所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的领导人打台湾是绝对是年年想、月月想、天天想、夜夜想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一刻放弃过打台湾，一直在想。但是这70多年一直没有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机会。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是不是打台湾的机会呢？根本不是嘛。就是现在打台湾的，就是说是国内国际环境对中国最差的时候啊。就是现在中国周围的国家全是假想敌，而且还没打之前呢，就是中国打台湾，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介入嘛。如果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介入的话，它跟台湾单纯评估战力的话，它是可以就是说花多少时间是可以做作战计划的。但是如果一旦有国外势力介入，它这个所有的计划是没办法落实的嘛，因为你不可溯因素就太多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一定要排除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最低的时刻，他打台湾，这是我觉得建国以来70年的，就是说一直共产党这么想的。那今天是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最高的，拜登已经说了3次了嘛。所以说呢，连日本有和平宪法的日本都说了好几次嘛，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或者是麻生讲的台湾如果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动用这个日美安保，这都是连日本都说。而且澳大利亚、印度跟一帮没关系的家伙也说台湾也在关心台海形势嘛。所以这个时候在客观判断，如果习近平他的思维还正常的话，他现在这打台湾是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了。但是说呢，他也不敢放弃。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上台就是最近1-2年，他对台湾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什么转变呢？过去习近平的对台湾政策呢，他是以反独为主，就是说你是不是台独，你只要说你不是台独，那你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那你就过来。所以说台湾有很多浅绿的这种企业家也跑到中国去投资嘛，就只要你到中国你宣誓一声说我反台独就 OK 了。但是今天中国从反独变成了促统，就是你必须支持统一。所以说过去呢，就是按颜色，你只要不是绿色的，你只要不你说你不是绿色的，那你都是欢迎的。现在呢，必须说你是红色的，你不是红色就是绿色的。所以说呢，在台湾的，就是台湾过去有一个企业家叫徐旭东嘛，这个他前不久被罚款的，他在台湾的位置是一个不能说是非常蓝的，是支持国民党、支持统派的嘛。他首先他也是上海人，他也是外省人嘛。那么其实我认识很多台湾的，就是中小企业台商，过去一直担心说自己会不会被认为是台独企业嘛？因为台湾他们很多亲戚朋友都是民进党啊，民进党的饭局他也去过嘛，他就怕这些是把自己定为台独企业嘛。当他们看到徐旭东被定为台独企业以后，马上就放心了，那自己一定是台独啊，连徐旭东都是啊，那我就没跑了嘛，所以大家就不用多想了嘛。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呢，它这个是短期的不会武打，我认为是没有条件，但是长期的话，他在做布局。比如说习近平，比如说这个在新加坡上魏凤和国防部长他的讲话，这个讲话中国的，按我的记忆里面，中国的就是穿着军装的军人在台海，就是说就是现日裔的军人说我们不惜一战，我们一定，这种话应该是第一次了，在国际场合上讲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另外把这个习近平签署一个叫军事非战争的行动纲要嘛，就是说可能就是把台湾将来他打台湾跟俄罗斯一样，把它定位为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他在给他寻找一个法理的基础嘛。再有一个，他要把台湾海峡定成非国际水域嘛，是中国的内水嘛。所以说这些环境都是为了它长期的布局而形成的。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也许就是说明年的人大他会把就是说过去2005年成立一个叫反国家分裂法嘛，可能要成立一个国家统一法，就是把台湾，因为反国家分裂法是被动法嘛，
就是你要国家分裂，我才能动用这个法律嘛。那国家统一法的话，我想统一时就可以统一嘛。在这方面，他会做一些法律的准备，或者在法理上或者很多方面做对台湾的准备，但不是马上，应该在5年、10年或者20年之后，他们就是说为那个时候在做准备，现在还在进行。所以台湾呢，短期是乐观的，长期的还需要谨慎观察。那刚才您谈到了中共最后会不会武力犯台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那么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台湾有个民意基金会做的调查呢，这个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说，这个如果中共真的武力攻台，那国军呢可能撑不过100天。那这个问题背后呢，有一个让大家好奇的地方，就是当中共如果试图攻台湾而没有一夜之间攻下来的话，世界各国会怎么样看台海关系，看这个大陆中国和台湾这个之间的冲突？再一个就是他们会不会关注，会怎么样来关注这个台海危机和台海冲突，特别是周边的国家，比方像日本啊，这个越南啊，周边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他们会来怎么看？因为台湾同时又是这个本身是东亚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中心，台湾海峡以及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来讲又是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在台湾待了这么些年，对台湾还是相当了解，不同的阶层各个方面，您觉得说台湾现在的社会啊，有没有那种能够面对中共威胁、中共入侵，团结一致起来保护自己的那种意志和信念，还是说还仍然会有很多人去唱衰台湾、依附中共呢？唱衰台湾、依附中共的人有很多嘛，这点是没办法的。就是说，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残存势力嘛，他们认为这个统一民族大义要高于自由民主嘛，就是自由民主你可以慢慢再争取嘛。现在一旦民族大义一旦分成2个国家的话，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凑在一起了。他们认为中国的统一更重要，这在台湾相当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但是说呢，这些人基本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啊，所以说呢，这个会被时代慢慢会淘汰的。那么在台湾的年轻人里面，就是说那40岁以下的人认为这个民族大义高于自由民主的，那基本上可以就是除非头脑特别奇怪的一群人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字。所以说台湾它这是按照时间一天一天的这个在移动啊。所以说呢，就是台湾的统派呢是有2种统派，一种叫老统派，一种叫新统派。老统派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过去统一他们，新统派是他们过来统一我们。对老统派呢，台湾人是比较宽容的，就是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统一他们，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啊，是他们生活，但是他们过来统一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要改变啊，我们的自由民主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如果说中共打过来的话，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的台湾人还是大有人在的。比如说这个台湾很有名的太阳花运动，其实就是一个服贸协定嘛，当时就有几十万年轻人走上街头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台湾的复合国这个对岸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将来还会有一批了，拿钱收买，只要有钱就会有人在嘛。但是这些人能在台湾的社会中造成很大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刚才讲到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我觉得这台湾人过去他们很担心，比如说去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当时台湾的这些统派人士就讲，你看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嘛，美国今天抛弃阿富汗，明天就抛弃台湾。当时我也在台湾上一些节目，我就说不可能，因为美国不可能抛弃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抛弃过了，1979年已经抛弃过了，这不可能抛弃第2次。1979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已经抛弃台湾了，现在台湾岛内
也没有美国驻军，基本上可以没有美军驻军嘛，有几十个呢可以忽略不计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提高了自己的被利用价值，重新赢得了世界的注意。就是如果说当年美国抛弃台湾以后，台湾还是蒋家父子在执政，还是把持在这种独裁政权的话，台湾早就被中国统一了。台湾为什么？台湾后来自己民主化了，自己就是说，台湾民主化的话，国际社会的舆论就会支持台湾嘛，捍卫民主自由。然后台湾自己通过贸易，通过什么台积电，台湾把自己的利用价值提升到最高。它跟阿富汗不一样，阿富汗呢一直是等于说躺在美国怀里嘛，然后天天找美国要钱嘛，伸手要钱，然后自己不努力，拿到钱以后还分给塔利班。所以说美国实在受不了了。这美国这个国家呢，它是有一半靠这个怎么说普世价值理念，一半靠国家利益嘛，它是两边都看嘛。我虽然追求普世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理念，但是对国家利益太受损失的时候，我还是放弃嘛。但是今天对台湾来说，追求普世价值和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是一致的。所以说美国现在没办法放弃台湾嘛。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这次乌克兰给了很好的一个演示，就是说如果说中国这个打台湾，美军可能不会来，但是美军的情报、美军的武器一定会来嘛，而且全世界都会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现在战争已经改变了，这战争就是说已经无人机互相打的时代了。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军援、大量的情报来的时，这国家一定会很强的，就跟乌克兰能够跟这个俄罗斯抗争这么久一样。那么台湾一定会能抗争很久，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反而看到乌克兰战争以后，台湾人是更有自信。那我最后想再请您简短的回答一下这样一个小问题，就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台湾面临中共的威胁，日本现在政府也好，民间也好，怎么看待台湾的海峡以及台湾的周边地区的这个紧张的局势？日本其实很着急啊。日本其实我觉得，日本过去呢，他一直呢，就是日本战后呢，日本自民党一直想修改宪法。他修改宪法，你拿出理由一直就是北韩要打我们。但是说这谁相信呢？一个国力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他打日本的话，就是说打一下就自己也没有了嘛。所以说其实呢，这日本国民不相信。但是说中国打台湾，这个对日本是非常怎么说呢？大家觉得很现实，而且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很多日本人说，对中国来说，台湾是克里米亚，日本是乌克兰。如果克里米亚占领之后，8年以后就要打乌克兰，日本有这么非常强烈的这个安全危机。所以说呢，台湾某种意义上，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各方面的地方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中国打台湾，我认为美国会帮忙，美军会来。但是美军呢，我们看到1战、2战的教训，美军都会后来，等你们打的差不多以后，我再参加，他绝对不会第一时间来的嘛。美国的从来他的政策决策过程以及他的国家利益考量的话，但是对日本来说是拖不久的。所以说呢，我们最近看到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岸田文雄首相，他本来在日本定位是一个鸽派嘛，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跟安倍不一样，安倍是鹰派。但是岸田首相对台湾问题上发言也是相当积极的。其实对日本来说，台湾问题是不能出事的。所以说呢，现在日本是拉着美国，拉着全世界，我们一定要在台湾问题上，他们不是为了恐吓中国，而是告诉中国，你不要发生战略误判，你不要轻举妄动。您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我们一定会参与。这种声音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不停地向中国发出来，这个就说明日本是非常非常关心台湾问题。这一点我想可能现在的台湾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就是日本在这个台海危机方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台湾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了解。
对，这点确实是那个，包括日本国内需要很多法律都要就事先修法，所以说这个我想日本现在正在进行参议院议员选举，我想这个选举之中，我们看到台湾问题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很多的这个候选人的诉求，所以我就认为日本的意识在改变，台湾历史也在改变。是，非常感谢矢板明夫先生啊，今天给我们清晰的介绍了当前的这个中国局势以及台湾面临的中国威胁。感谢矢板先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谢谢老师，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矢板明夫先生为我们介绍的内容。然后，如果大家有请求，我们再邀请矢板明夫先生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好，谢谢矢板明夫先生。谢谢陈老师，谢谢大家。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